今天我们看到了美国公布一个数据，针对138家大企业的这个高管是吧 CEO 的调查，那么号称是商业圆桌会议，那么提供了一个数据，把美国经济增长的这个百分比下调了一点，从年度预期2.6%的增长调低到2.3%。他们给出来的决定性的意见是，不确定性限制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和投资。其实打击的主要是投资者的信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看到了中美之间的问题导致了许多连锁反应，现在看起来好像中资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了，打击中共所控制的企业的同时，也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甚至伤及美国经济。这个数据呢，只反映了美国一方。我们知道，针对这个世界经济来说，我们一直在说，世界经济有2大泡沫，一个是美国的股市，一个是中国的房市。中国的房市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它的坍塌应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针对美国股市，针对美国经济的增长预期现在有点不足。这个不足有多方面的因素，其实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还涉及到伊朗。那么或者换而言之，到目前为止，虽然没有太多的证据，但是美方能够确定的对沙特油田的打击是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美国有一个言论是吧？川普说要进行一个对等的军事打击。那么其实说来说去都是有限度的。为什么讲有限度呢？因为伊朗本身不具备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中共给他提供的。无论是他的导弹还是他的无人机，现在可以明确的看到，中美之间的问题还在蒙着面的斗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死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胖这个政权在香港问题上态度非常明确，他们要求恢复秩序，甚至不惜止暴平乱。他们有这种信心，其实是有他的经济背景的。那么这个经济背景啊，大多数人看起来好像美国有点麻杆打狼两头怕，其实中共比他更怕。这个数据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美方的数据，其实中方的数据每年都在提供，只是没有人注意它而已。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出现了问题，中国境内有很多企业，甚至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遇到的一些朋友们在那儿上班，对吧？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订单越来越少，很多外向型企业不仅搬迁了，而且即便留在国内的一些也嗷嗷待哺了，甚至很难达到企业的盈亏平衡点。不谈中国的税收是不是在收紧，也不谈明年的预期会怎么样，但是今年首先就不好过，大家认为已经很紧张了。中美之间的问题导致中国企业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也就带动了全社会进入一种恐慌。其实这个说法呢还不是很准确，因为中国企业在整个世界上，它不仅仅是中国内地的。我们都知道，中国企业因为中共建政以后啊，经济上基本上都玩不转以后呢，它就造成一个问题，
中国企业原先的对外投资，我们知道的，别说对外了，在海外或者讲在国外，或者讲在中共控制的区域以外，原先最出名的就是一个华润，对吧？那么源于1935年，这个中华苏维埃和毛润之，是吧？各取一个字，叫华润。这个华润在香港开设，它一直是为共军获取政党的资金，出面去创收的这么一个单位。现在我们喝的雪花啤酒就是华润的。那么像华润这样的企业在香港生根发芽已经70-80年了，对吧？那么这种企业规模有多大呢？就全国性的统计，就中共建政以后所有的统计，你截止到1990年，大概45亿美金，就这么一个规模。那么改革开放是吧，速度越来越快，那么到了2004年，差不多翻了10倍，450亿美金。这个数字当年就已经很大了。这个数字在什么时候出现问题的呢？2015年，2015年达到了11000亿美金，这个已经超过2015年当年中国吸引的外资的规模，就是国外向中国境内投资已经低于中国向国外投资了。2015年达到了这个临界点以后，中共开始采取了政策，我们看到外汇开始收紧，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逆转。经过几年来他们的治理，现在公布的数据应该来说也就3-4年的时间，是吧？到2018年，按理说应该降下来了，但其实恰恰相反。2018年的对外投资的存量翻了一番。2015年号称要治理的时候，就2016年开始治理，那么他们公布的2015年的资料是11000亿，那么到了2018年年底的话，达到了19800亿，几乎翻了一番。这个里面有一定的因素，现在公布的资料里面有2个，第一个是对外投资总额年增加这个数字降低了29%，就是它的治理他说是有效的。第二个呢，他说对一带一路的这个投资每年增加了100多亿，差不多在每年对外投资总额的10%以上。那么也就意味着增加的部分中间有一部分是涉及到一带一路的投资。一带一路的投资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这个数字总归是不好看。这还不是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资产总额，就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这些企业资产总额2015年年末是4万多亿，治理了3年，是吧？到2018年年末变成多少呢？变成6万多亿美元。这说明什么？这还是明面上公布的数据，有许多以外资的名义、以离岸公司的名义投资的这些由中共各个权贵家族控制的这些企业还没有计算在内。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他们要缩减对外投资，但实际上增加了，增加的比例几乎是惨不忍睹的，说明习胖这届政权他们在经济上的操控能力几乎约等于0。中方现在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些数据，而且是他们自己商业部公布的数据，证明了一点，他们已经控制不住中国的经济了。
中国的经济正向可以说超越人们想象的，已经脱离了共军目前的领导层所能控制的这个范围。中共不仅在跟美国人谈判，而且还在跟本国前权贵、白手套，甚至一些超出他们管控范围的、已经飞得太远的中资公司在进行搏斗。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这些数据都能表明一点，美国经济的调整，它使用了一个叫不确定性的投资，说明美方在有担心。这个担心呢，是担心有一些资本不受控制，那么影响到了投资者对美国的信心，所以在全球资本范围内是有一轮很难控制的这种影响在干预的。中方的这个资本其实并不大，在整个世界资本的总盘的里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小的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恐怖。但是它正如一个不确定性的东西一样，我们经常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未来有很多投资涉及到一带一路的都会出现问题，这些投资以后出现问题了以后，它会出现一些连带性的这些后果。那么基于非洲市场的、基于东南亚市场的这些资本，它是持币待定的，他们在观望，他们没有把资本以及投资的热情投放到美国来，所以美国现在获得的投资以及经济的增长正在受到遏制。而作为中方来说，中共根本就控制不了，别说国际资本了，连他们自己打着中资旗号的这些资本，他们也不是完全能控制的。正是因为他们不能控制，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天的香港，我们看到了所有中共正在咄咄逼人的一些态势，其实正在隐藏的或者想遮掩住他们自身经济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人们很容易把它忽略掉，其实所有的数据都是公开的，中共每一年都在公布对外投资的总额、对外投资的这个资金存量，甚至中国在境外企业的资产总额。但往往人们就是这样，对公开的数据人们总是不屑一顾。其实整个经济的发展是有自己的规律的。中共现在的领导层，他们控制不住整个中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今后的走向。国际资本呢，在参考着目前出现的这种尴尬，所以有很大一部分资本它并没有完全投放出来。这种观望的资金正在伤害全球经济，这不仅仅是稳定性的问题，而且资本是趋利的，他们无所谓政治正确，他们只要获得最大的利润。所以全球经济其实是被这个观望在拖累着。好了，谢谢大家，再见。